X9飞天虎 G2配色的抢劫，盒子包装依旧是这种很像 GTA 式的风格，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说明书开页式的，而且变形指示很笼统。这一回的 G2配色，头部使用了蓝色的金属漆，涂出来的质感特别的棒，身上一部分零件也有黑色的漆面效果，对着光看。 反光度还是不错的。这套产品在设计过程中，关节里边并没有加入什么齿轮，所以在活动的时候，这些轴的支撑力度、松紧度相对来说差了些意思。武器和脑袋一样，也上了金属漆。背部的设计还算干净，而且身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头胶空洞，窟窿的地方都用这些盖板给你堵了起来。那老玩具，我们看一下配色，直接来进入它的变形过程。 先把手臂这里处理一下，在大臂的这一圈有一个翻板，90度立起来。小臂的位置打开这一块连接的插扣，整个的展开，然后手腕旋转一下，把它180度翻折进去。根部有一个滑槽，方便你的脱出。接着小臂的位置，把这盖板放下来，横转90度。 然后旋转一下胳膊肘的关节，让这两块面进行拼齐。肩膀的双轮，我们把这个位置双关节顺着这块炸开错起来，然后横转90度，再从这一条缝隙里拼齐。好，一半先变成这样，顺着肩部的关节就可以旋转向上抬起来。两条胳膊全部变好之后，翻到后背来。 背包的位置根部有滑槽，我们把它拉长，同时脱开连接的卡槽，然后旋转一下，翻到肚子的外侧来。这里先不要扣住啊，张开，主要是腾出来背包这一面的一个解锁范围。我们把脑袋整个的往后掰，肚子里边驾驶舱的盖子把它立起来。 然后脖子和车窗的位置进行180度调换。这款在变成车的时候啊，尽量还是露着脸吧。虽然有一点不好看，但是你如果把脑袋180度翻转过去，这块鼻子的漆面会容易刮花，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坏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地方挪过来。好，车窗的位置双关节我们提上去，这个时候顺着里边顶一下。 把肚子里边的这个引擎顶出来，再往里插脑袋，顺着这里边的扣子对齐，然后两条胳膊就可以回归了。双关节往里拼合的时候，让开上方这里4个卡点的位置，我们把它让进去，中间的扣子结合。 注意前轮的根部双关节折叠回来，这里还有一个定位点，把它插合到位，夹住。这个时候4点扣子拼齐，就可以把驾驶舱盖回来，把这4个扣子同时插住，结合好的状态，这条缝隙压到底。来看腿部的变形，排气筒90度立起来，这一块尾翼往后折。 然后脚踝整个往下掰90度，大轮子从里边双关节拉直，然后90度往下翻，腾出来空间，我们翻到后边来，拆开这个盖子边缘插合的扣点，然后 Z 字折叠把它填起来。腿部这里左右打开，上方的盖子180度翻转一下。 然后扣到这块面板上，膝盖里边的这一节根部有一个滑槽，把它抽拉起来，把这块板子填回去，刚刚好也顶住了。然后从后方看，一个 Z 字折叠，把大腿收到小腿里面去。这一块夹合的差不多之后啊，把轮子顺着这个角度90度立上来，在根部这里有一个插合的扣眼儿，固定起来。脚踝90度再旋转回来。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两条腿顺着中间的扣子进行密合。好，这里结合的差不多了。前方的这两块先挪开，把后边的这个方块90度填下来。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转上来，顺着这里边咬住滑道
压下去，把里边所有的扣点都插合到位。根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挂钩，它揪着后半个啊，这样它就不会脱开了。底盘来看非常的平整，干干净净的。最后引擎的变形，左右展开这两块，旋转180度往后翻，上边的这个圈立起来。其实 G2 配色的这个黑色版本啊，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在车型状态下，车的整个黑色的表面都有涂漆的效果了。在人形状态下没涂漆的部分呢，都变到了车的底盘下边。其实这款抢劫的设计还挺有意思的，变形流畅，并不复杂的一个过程。整个的一个车身的包裹度，底盘真的这个底盘做的相当的不错啊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就唯一这里边露着一个脑袋，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遮盖效果。稍微的有个板子能堵一下，这里也好看啊。橡胶的轮胎。其实变到位的话，推车滚动是非常丝滑的。小枪的搭载，我们把这一块90度折叠，然后顺着侧面的扣子把这里插上，把玩还是非常流畅的。而且这个 G2 的配色，黑色的这辆赛车会更加的好看。那么得嘞，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